蝎尾藏针终有计，人心叵测却无痕。我叫陈渊，穿成了大前王朝的死囚，双腿尽断，全家被屠，只剩一口气在腥臭的牢里等死。这地狱开局我接了，害我的人一个都别想逃。头好痛，我不是在做犯罪心理侧写报告吗？这是哪里？我穿越了，成了大前王朝的死囚陈渊，开局就是地狱难度。哟，陈大才子还没死呢。魏少爷说了，让你死前再尝尝断腿的滋味。魏昭，很好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心率120，呼吸急促，左胸肌有不规律的痉挛，这是典型的心绞痛急性发作前兆。这一棒下去，你就没命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先废了你。你左胸的刺痛已经有3年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，尤其是在子时前后。你以为是旧伤，错了，是心病。今天你活不过3更。你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，我先打死你这个妖人。游戏开始了。救我！我为什么要救你？你刚才想废了我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先生救命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想活命就得拿出价值，我要的可不是牛马。你叫王武，30有6，家中有一老母，常年卧病，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，嗷嗷待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能救你命的人，也能让你全家给你陪葬的人。你若死了，你猜魏昭会不会放过你的妻儿老小？他连我家满门都敢屠，何况你一个小小狱卒？不要，求先生指条明路。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，用你腰间的银针刺入左臂内关穴3寸深。快，再过10息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记住，我是你唯一的活路。多谢先生救命之恩，王武这条命以后就是先生的。很好，现在扶我起来。第一步完成，有了一个棋子，至少今晚能安全，但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陈渊，我的好同窗，我特地带了好酒来给你送行。滚开，没用的东西。疼吗？这才只是开始。瞳孔放大，嘴角不自觉上扬，他在享受我的痛苦。这种人最容易被情绪左右。怎么不叫了？当初你在考场上不是很能言善辩吗？你一定很好奇你的文章天衣无缝，我是怎么把你弄成作弊的吧？洗耳恭听。哈哈，我就喜欢你这副死到临头还嘴硬的样子。告诉你也无妨，你的卷子是我亲手换的，我模仿你的笔记写了一篇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在结尾加了一句大逆不道的反诗。模仿笔记，这就是破绽。纸张、墨迹、时间总有不同。魏公子真是好手段，陈某心服口服。还有，你全家上下36口葬身火海的滋味一定很美妙吧？我可是站在街角听了一整夜呢，那哭喊声真是悦耳啊。很好，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将成为你自己的墓志铭。魏公子夜路走多了会撞鬼的。哼，装神弄鬼，等你下了地狱再去跟阎王说吧。看好他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子时一到，送他上路。陈公子，上路吧。一个杀手如何反杀？当然是诛心。别怪我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下雨了，泥泞的山路，你又在偷看邻居家的姐姐洗澡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叫李四，从小在山里长大，7岁那年，你失手把她推下了山崖，对不对？不是我。她的红色发带就挂在你杀死她的那棵歪脖子树上。每到下雨天，
你都能看到他浑身是血的站在树下，对你招手。四哥，我好冷啊，下来陪我吧。啊，鬼啊，别过来，别找我。他就在你身后，他的手已经搭在你的肩膀上了。先生，这叫杀人诛心。根据王五的情报，御史大夫陆秉直的轿子会在5时3刻经过朱雀大街的十字路口，我必须在那里制造混乱。这就是那个作弊的才子，真是斯文扫地。可惜了，听说他全家都被烧死了。左边的官兵眼神飘忽，手心出汗，是个新手，容易紧张。右边的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是魏家的死士，必须先解决他。小心！轿子里有炸药，快跑啊！保护大人，有刺客！岂有此理！大胆狂徒，竟敢当街拦轿，污我官仪！来人，给我当场斩了！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御史大夫，不问缘由就要斩我！我陈渊有罪，罪在不该相信朝廷法度，罪在不该才华外露，罪在挡了权贵的路。一派胡言，拿下！陆大人，我这包会务是献给你的投名状，你若不接，我死后化为厉鬼，也要日夜纠缠于你。太子司帐，住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太子司帐，陆大人，您追查了3年的东宫亏空案，想必很感兴趣吧？你如何得知？账本在哪？账本自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陆大人，你觉得一个将死的囚犯会把最后的筹码轻易交出来吗？太子司帐当然是我诈他的，但对于陆秉直这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来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只要他动心，我就赢了。此子眼神锐利，不像说谎。若真有太子司帐，那便是扳倒太子党的绝佳机会。可若是假的，我今日保他，便是与魏家和太子为敌。陆大人，我只求一个重审的机会。若我所言有虚，案情大白之日，我愿受凌迟之刑；若我所言为实，扳倒太子党，匡扶社稷的千古令名，便尽归大人。此案或有蹊跷，来人，将此囚犯陈渊暂押大理寺天牢，待本官查明真相，再行定夺。即刻起，暂缓行刑。第一步，棋子入局，活下来了。这里就是大理寺天牢。看来陆秉直虽然保下了我，但依旧不信任我。魏家的势力恐怕也已经渗透进来了。嘿嘿嘿，又来了一个新玩具。先生小心，隔壁关着的是传说中的疯魔毒医，死在他手上的人没有100也有80。疯魔毒医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有意思，很快你就会觉得没意思了。小子，闻闻你的饭菜香不香？米饭中混杂着极淡的苦杏仁味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腥甜。这是千机草和鹤顶红的混合物，手法很粗糙，但毒性很烈。千机草为引，鹤顶红为主，再加了点断肠花的粉末来掩盖气味。可惜火候没掌握好，断肠花的味道太冲了。你怎么可能知道？这可是我独创的3步倒。独创，2种剧毒强行混合，只会互相削弱毒性。真正的高手会用相生相克的原理，让1+1大于2。比如在里面加上1钱的甘草粉，毒性至少能提升3成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也是同道中人？我只是一个爱看书的书生。先生，请受老朽一拜，请先生教我。搞定，
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地方，多一个技能就多一条活路。陈大才子，吃饭了。别吃，这饭里有7日诀，无色无味，7天后肠穿肚烂而死，神仙难救。不能不吃，不吃他们就会用更直接的手段，我必须让他们以为我已经中计了。鬼啊！先生，你没中毒？我吃之前已经服下了解药，至于这归西之术，只是让你那3不倒的药效延迟发作而已。多亏了前世对神经药物学的研究，配合这个世界的草药，制造一点假死效果，易如反掌。爹，还是您高明，一个7日诀让那小子死得神不知鬼不觉，陆秉直那老匹夫也查不出什么。一个寒门贱儒也敢跟我们魏家斗，昭儿，你要记住，在官场上实力才是硬道理。我敬爹一杯，等风头过去，我还要把他家祖坟刨了。等风头过去，我还要把他家祖坟刨了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老先生辛苦了。计划通，现在我需要一个能帮我联系外界，并且有一定能力的人。不对，这具尸体不对劲，尸斑呈樱桃红色，不是正常的死状，这是一氧化碳中毒，但现场报告却是溺死，有意思。哼，美女，刀法不错，可惜切错位置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装神弄鬼？一个能帮你破案的死人。他不是溺死的，他是先被凶手用一氧化碳迷晕，再扔进水里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就在他身上，你检查他的指甲缝，应该有挣扎时抓挠留下的木炭粉末。再看他的头发，有被水浸泡过的痕迹，但发根处却异常干燥。他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真是鬼魂？凶手是个男人，身高7尺左右，左撇子，很爱干净，甚至有洁癖。他杀人不是为了财，也不是为了色，而是享受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过程。这不是第一起了。连环杀人案？把他当成一个连环杀手去查，从城中所有符合侧写的有洁癖的富家公子查起，不出3天必有结果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被冤枉的死囚，陈渊。现在你可以帮我一个忙了吗？活的死的都得变成碎肉，上！青丘姑娘，攻他左3路，那人下盘不稳，右边那个手腕有旧伤，专打他兵器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魏家势大，你这样是以卵击石。石头虽小，但只要找准位置，也能砸碎美玉。我要夜探魏府，找到他们伪造我卷宗的证据。不可能，魏府守卫森严，你还拖着一条断腿。我不需要进去，我只需要你帮我制造一点骚动，而我只需要到书房外听一听。魏城老奸巨猾，真正的证据一定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但人总有习惯，他一定会反复确认。外面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司马就走水了，应该只是意外。不，太巧了，陈渊那小子诡计多端，我总觉得不安心。你去把书房的暗格检查一遍。暗格？得手了。贤侄，别来无恙啊！我的密室好玩吗？陈渊，我真该佩服你，断了腿成了通缉犯，居然还敢回到这里。魏大人谬赞了，我只是回来取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赌一把，赌他不知道我拿了什么，赌他心里有鬼。你手上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魏大人和太子党羽之间资金往来的明细而已。我想御史大夫和皇上应该会很感兴趣。把账本给我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魏大人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敢动一下，我就让这账本和你我一起化为灰烬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条活路，
让你的家丁退下，备一辆马车送我出城。不能让他走，账本是假的，他是在诈我。但万一是真的，我赌不起。现在账本没了，魏大人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我只是一个想活命的可怜虫罢了。放他走！一个没了爪牙的废物，掀不起什么风浪，等他出城再处理掉。草民陈渊状告吏部侍郎魏成科举舞弊，草菅人命，请求三司会审，还我清白。天哪，是陈渊，他不是死了吗？他竟然敢回来告御状，告的还是吏部侍郎。诸位乡亲父老，我陈渊寒窗苦读10年，只为报效国家，却因才华碍了权贵的路，被断腿灭门，诬为死囚。这就是权贵赐予我的功名，这就是世家门阀的规矩。岂有此理！朝廷法度何在？严惩魏贼，还陈公子一个公道。好小子，竟然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置于阳光之下，用天下悠悠之口做护身符。魏成想在暗中动他，已经不可能了。这小杂种，他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圣上有旨，科举舞弊一案，基事体大，酌刑部、大理寺、督察院3司会审，即日开审。张大人，且慢！堂下何人胆敢喧哗？我看大人您印堂发黑，双目无神，此乃大凶之兆。今日你必有血光之灾。大胆陈渊，你竟敢在公堂之上妖言惑众，藐视朝廷命官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张大人急什么？难道是被我说中了心事，恼羞成怒？张大人，还是先审案吧。哼，传证人。大人，我亲眼看到他与人交换纸条。没错，我也看到了，他还给了对方一锭银子。我可以作证，他们说的句句属实。这位兄台，你说你看到我交换纸条，请问当时我坐在考场的哪个位置？第3排靠窗。那这位兄台，你呢？我记得是第5排中间的位置。大人，科考规矩，号房之间皆有隔板，考生之间根本无法互视。他们一个在3排，一个在5排，是如何同时亲眼看到我作弊的？还是说你们2人中有一个在说谎，或者你们都在说谎？你说你看到我递银子，请问那银子是什么形状？官银还是私银？上面有什么花纹？是圆的，官银。哈哈，大钱官银皆为元宝状，何来圆形一说？你们为了区区50两银子，就出卖自己的良知，污蔑同窗，你们还配称之为读书人吗？是他让我这么说的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收了魏府的钱。够了，就算他们记错了，也改变不了你作弊的事实。大人，请呈上最终的证据，这是陈渊当年亲笔画押的认罪书，笔迹鉴定完全吻合，我看你还如何狡辩？没错，这字确实是我写的，但是这张纸却不是3年前的纸。一派胡言，纸就是纸，难道还有什么分别不成？陈渊，你休要再次拖延时间。大人，草民请求检验这张认罪书的纸张。回大人，此纸乃是上好的宣州雪纹纸，从制式和成色看，确实是3年以上的老纸。陈渊，你听到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大人，我并非说这纸的年份有假，我是说这纸和我当年那份原始卷宗的纸不是同一种。我乃寒门学子，家境贫寒，当年科考所用的是最普通的竹制草纸，而这份认罪书用的却是价值千金的雪纹纸。试问一个穷书生哪来这么多钱，用如此昂贵的纸张来写一份认罪书？该死，当时为了模仿笔记，追求效果，特意用了最好的纸，没想到。魏侍郎，你对此作何解释？我怎会知道？或许是他当时藏私了。我若有钱买雪纹纸，又何必为了区一锭银子去作弊？魏大人，你这个谎编得可不够圆啊！此等污秽之物，留着也是祸害。魏成，你敢当堂销毁证物？陆大人息怒，下官只是情急之下，不愿此等污蔑朝廷之物存留于世。反正笔迹已经验明，是非曲直，大家心中有数。烧得好，这正是我计划的最后一步，空合计该上场了。魏大人，下官有一事不明，您府上特供的来自西域的龙涎香，味道可真是独特啊！它怎么会出现在我这个3年前的穷书生的卷宗盒里？龙涎香？胡说八道！一个破盒子，哪来的什么龙涎香？有没有？一试便知。大人，草民需要3样东西：1碗清水、1碗烈酒，还有1碗醋。装神弄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！
龙涎香的主要成分是龙涎香醇，它会与手上的油脂结合，残留在物体表面，而酒精和醋酸的混合液可以与这种残留物发生微弱的化学反应，使其显色。这就是古代版的指纹鉴定。天哪，显灵了，显灵了！这是什么妖术？魏大人，现在你还想说你没碰过这个盒子吗？我是在堂上才碰到的。是吗？大人请看，这个指印有一半被3年前的刑部封条压在下面。请问魏大人，您是如何做到在今天才碰到的盒子上留下一个3年前的指印的？魏成，你胆大包天，伪造证据，陷害忠良，罪无可赦。小杂种，我杀了你！圣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臣一时糊涂，请皇上恕罪。糊涂？朕看你清醒得很呐。你就是陈渊，那个让朕的御史大夫当街出丑，又让朕的吏部侍郎当堂拔刀的奇才。草民陈渊参见皇上，草民只是想求一个公道。公道在朕的天下，朕就是公道。原来如此，老皇帝看似昏庸，实则早已对士族做大不满。他不是来看我申冤的，他是来看我这把刀够不够快，够不够利。皇上圣明，但草民以为真正的公道是国法，国法如山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今日魏侍郎伪造证据，陷害考生，若不严惩，天下寒门学子之心将如何自处？大钱的科举之道又将沦为何物？言之有理。不过朕听说你原本的考卷里写了一篇策论，那策论惊世骇俗，才被认定为大逆不道。你可知你真正的死罪是什么？现在你可以说了，那篇策论你究竟写了什么？草民在策论中写的并非作弊之言，也非谋逆之语。草民写的是如何让天下世家100年之内自行瓦解。草民之罪是动了天下所有门阀的蛋糕，让天下世家自行瓦解。好大的口气！自古以来，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，你一介书生竟敢妄言瓦解世家？赌对了，这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逆鳞。世家做大，早已威胁到皇权。草民不敢妄言，草民只是在策论中提出了一个名为推恩令的计策。推恩令说下去，将诸侯王爵位由嫡长子一人继承，改为所有子嗣皆可分封。如此一来，1代之后封地一分为己，3代之后诸侯与庶民无异。同理，世家门阀之爵位田产亦可效仿此法。不出100年，看似庞大的世家便会因内部分化而自行瓦解，不费朝廷一兵一卒。好一个推恩令，好一个釜底抽薪！此计之毒，甚于千军万马。此计是你所创。草民不敢居功，只是识人牙慧，古籍偶得，对不住了，汉武帝。陈渊，朕给你一个机会，朕恢复你的功名，赐你金牌，可自由出入宫禁，协理大理寺查案。朕要你把魏成以及他背后的太子党给朕连根拔起，你敢不敢接下这把刀？草民愿为皇上效死。魏大人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陈渊，你蛊惑圣上，陷害朝廷大员，该当何罪？别以为有皇上护着你，你就能为所欲为，得罪了太子殿下，你没有好下场。哼！谁敢放肆？各位大人，火气这么大做什么？本官刚从御书房出来，皇上还交代了几件公务，比如彻查一下各位大人府上的田产和税款，让我来教教你们什么才叫真正的规矩。陈渊，你这个杂种，我爹一定会救我出去的，到时候我要把你千刀万剐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魏侍郎为了自保，已经准备把你当成替罪羊了？胡说，我爹最疼我了，他怎么可能牺牲我？哦，那你可知你爹已经上奏皇上，说所有事情都是你一人所为，他只是被你蒙蔽，他还把你小时候偷看你姨娘洗澡，长大后逼死歌女的事情都写上去了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唉，父子之情在权势面前真是不值一提啊。对了，你爹还买通了狱卒，今晚的饭菜里
会给你加点料，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。魏公子好走不送，对付魏昭这种蠢货根本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攻破他的心理防线，让他自己怀疑一切。昭儿性子烈，在牢里怕是会吃苦，你送些他爱吃的饭菜过去，再送他一程吧，留着他终究是个祸害。魏公子，侍郎大人送来的，趁热吃吧。爹真的要杀我？不，他不会的。可是万一陈元说的是真的呢？好啊，爹，你既然不仁，就别怪孩儿不义了。我要揭发魏成，科举舞弊是他主使的，杀陈渊全家也是他下的令，他还要谋反，我要见皇上！先生，这疯人草毒性猛烈，能让人产生幻觉，癫狂而死。您这是要死？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的是让他们在最风光的时候自己撕下自己的面具。疯人草的成分类似于现代的致幻剂 LSD， 只要控制好剂量，再配合特定的心理暗示，就能诱导目标说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记住，控制温度是关键，高1度则药性减半，低1度则毒性过烈，这叫精准控温。先生之才神乎其技，老朽闻所未闻。复仇的盛宴该上菜了。魏家为了捞魏昭出来，一定会设宴款待太子党的官员，想办法把这个混进他们庆功宴的酒里。先生放心，魏府的管家是我表兄，他嗜赌如命，我正好有办法拿捏他。先生交代，一定要投放到最好的那批女儿红里，因为那是魏侍郎准备用来招待太子殿下的。侍郎大人，太子殿下的东西放在您这里，真的安全吗？这里是我府中最隐秘的地方，万无一失。谁在那里？谁在那里？完了，被发现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派人传话，说今晚就要过来赴宴。你先走，龙袍之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好险！私藏龙袍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必须马上告诉先生。太子寄存的龙袍，魏成啊魏成，你真是自己把脖子伸到了我的刀口上，这可比单纯的贪腐大罪要精彩多了。你只需潜入魏府，找到这件衣服，在上面添上几笔即可。事成之后，你家人远走高飞的银两我包了。恭喜魏大人，贺喜魏大人，此番风波有惊无险啊！哈哈，全赖太子殿下洪福。大理寺协理陈渊前来贺寿。魏大人，听闻您大寿，学生无以为贺，特地备了一份薄礼，给您老送终来了。陈渊，你欺人太甚！陈渊，你还敢来送死？昭儿，别冲动，太子殿下马上就到了，别在这时候惹事。爹，他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了，你还忍？很好，疯人草的药效开始初步发作了，情绪不稳，易怒，攻击性强，接下来只需要一点点刺激。魏公子，别来无恙啊，这一杯我敬你当年的断腿之恩。你找死！这酒是不是有毒？魏公子说笑了，这可是你魏府的酒，我怎么下毒？你若不信，大可不喝。想把毒酒拿回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换，你喝我这杯，我喝你那杯。好啊，我下的是双重毒素，酒窖里的是主药，让人癫狂，而我杯里的只是引诱剂，负责激发药效。我早就服下了解药，喝了也无妨。而你，哈哈，算你识相。
爹，你看这些贱民都被我踩在脚下。老东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当年你为了往上爬，亲手把先皇最宠爱的妃子推下水，伪装成失足落水，这件事儿我也知道。逆子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胡说，我可没有胡说。我还知道你每年都克扣3成的军饷，拿去孝敬太子殿下。你书房密室里的金条都快堆成山了。继续，把你肚子里的脏水全都吐出来。还有你，陈渊，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我打断你的腿，烧了你全家，把你变成死囚，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我就是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哈哈哈哈。太子殿下，您看到了吗？我魏昭为您做了这么多事，那个陈渊的策论也是我帮您换掉的，您可不能亏待我们魏家。找死！殿下不要！殿下息怒，魏公子只是酒后失言，胡言乱语。您若此刻杀了他，岂不是坐实了他刚才的话？这叫杀人灭口，欲盖弥彰啊！好一个陈渊，好一张毒嘴，他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好啊！你们一个个都想让我死。太子，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我书房的密室里还藏着一件宝贝，是太子殿下寄存在我这里的。来人，把那件龙袍给我拿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开开眼。我们黄泉路上一起走。你疯了！多亏了那位手艺精湛的绣娘画龙点睛，不是画龙点饕餮，一步就将魏家送入万劫不复之地。好啊，魏成，你狼子野心，竟敢私藏龙袍，意图谋反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魏大人，还记得我爹娘和陈家36口吗？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，我只是在后面递了把刀而已。黄泉路上，你和你儿子正好做个伴。哼，一个瘸子还当上我们的上司了，真是笑话。听说他是靠一张嘴上位的，不知道动起手来跑不跑得掉。听说大理寺有3起陈年悬案，至今未破。陈少卿有所不知，一是鬼影盗窃案，库银失窃，却无任何门窗破损痕迹；二是书斋魅影案，尚书独子在密室中毒身亡；三是将军暴毙案，护国将军在自己床上离奇猝死，3案毫无头绪，已成悬案。鬼影盗窃案，查一下负责修建银库的工匠，其中必有一人是缩骨功高手，银库的通风管道就是他的入口。书斋魅影案，死者并非中毒，而是过敏，查一下他近期接触过的新奇花草，尤其是西域传来的。将军暴毙，他身上的几处细小针孔，你们没看见吗？这不是暴毙，是谋杀。去查和他有染的歌女，凶器就藏在他的发簪里。报，陈少卿，银库工匠里抓到了一个会缩骨功的，库银在他家地窖里找到了。报，尚书府真的找到了一盆西域奇花，死者对那花粉过敏。那个歌女已经招了，是受人指使，用毒针刺杀将军。原身到底还写了什么？为什么魏成和皇帝都对此讳莫如深？这被撕掉的下半部分才是真正的禁忌。陈少卿，稀客啊！可知老夫为何在此等你？宰相大人料事如神，晚辈不知。这盘棋我下了3天，黑白焦灼，难分胜负。就像这朝堂，世家为黑，寒门为白，看似军事，实则白子已是后继乏力。直到你这颗白子从天而降，落在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位置，盘活了全局。晚辈只是想活下去而已，棋盘太大，我这颗子随时都可能被吃掉。好棋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
不过你可知，这棋盘上除了黑白二子，还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搅动风云。宰相大人所指可是东宫？东宫只是明面上的浪，真正的海啸还藏在深海之下。太子背后有人，那人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军队。军队，这才是皇权最忌惮的东西。宰相是在向我示警，还是在拉我入局？陈少卿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记住，有时候看得太清楚，不是一件好事。宰相跟你说了什么？我感觉他很危险。他说了一些让我感到不安的话。是弩箭，军用制式的手弩，小心。陈渊，你快走！走！今天他们一个都走不了。撑住，这是毒医给的解毒丹，能暂时压制毒性。军用制式弩，太子的人，好，很好。你们触碰到了我的底线。你是京畿卫的人吧？左撇子，3年前在北境战场上左腿受过箭伤，每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。你以为蒙着面我就认不出你？你杀我是为太子卖命，但你可知你的妻儿此刻正在你上司的床上？胡说，杀了他！你刚拿了赏金给你娘买了药吧？可惜你买的是假药，你娘半个时辰前已经断气了。你得意什么？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真正要你命的是影子将军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影子将军，太子在军中的代言人吗？很好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太子东方朔，所有挡在我面前的人，我发誓要将你们连根拔起，即使血流成河。诸位，世家把持朝政，是我等寒门如草芥，他们用权势、用金钱、用血脉堵死了我们前进的道路，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。好，那这一次我们就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规则，把他们狠狠地踩在脚下。这上面的题目，你们回去日夜研读，烂熟于心。殿试之上，我保你们金榜题名。岂有此理！这一定是泄题了，是那陈渊搞的鬼。慌什么？会试而已。还有殿试，在陛下面前，有的是办法让他们身败名裂。放肆！父皇，此子藐视君上，藐视科考，理应处斩，以儆效尤。陛下息怒，依臣看，这并非白卷。无字之卷，不是白卷是什么？这才是本次殿试最好的文章。陈太傅，你莫不是也疯了？一张白卷就是最好的文章，滑天下之大稽。陛下，请恕臣大胆。敢问陛下，此次殿试的策论题为何是论吏治之臣科？这是想听听根治朝堂弊病的良方。正是，吏治之臣科病根何在？在世家，在门阀，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。这些东西能写在纸上吗？不能。李慕白交上白卷，并非藐视君上，他是在告诉陛下，如今朝堂的弊病已是罄竹难书，非笔墨所能形容。他是在用这无声的呐喊表达自己革除弊政的决心。这等勇气，这等见地，难道不比那些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高明100倍吗？说得好，好一个陈渊，死的都能被他说成活的。不过朕喜欢传朕旨意，李慕白见解独到，心怀社稷，擢为本科状元。上。陈渊，你教导有方，辅佐得力，朕看东宫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去整顿一下。即日起，加封你为太子太傅，负责教导太子学问。臣遵旨。欺人太甚！父皇这是什么意思？让那个瘸子来当我的老师，羞辱！这是天大的羞辱！殿下息怒，这或许是皇上在敲打您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让他有来无回。老师，好啊，本宫倒要看看他这个老师怎么当。哟，陈太傅来了，本宫身体不适，今日的课就免了吧。太子殿下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见了为师为何不跪？按照规矩伸出来。陈渊，
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本宫动用戒尺？你信不信本宫现在就叫人把你拖出去砍了？殿下当然可以，不过殿下可知这把戒尺是何物所制？此乃先帝御赐之物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。当年先帝用它打过陛下的手心，如今陛下又将它赐给了我。殿下，您是想说您比陛下还要金贵，打不得吗？还是说您想违抗陛下的旨意，藐视先帝的遗物？殿下，您不跪是为不敬君父，您不伸手是为不尊师道。这两条哪一条传出去，都足以让御史台的奏折淹没东宫，您自己选。好了，今日的课就到这里，希望殿下记住何为规矩。陈渊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，既然文的不行，那就别怪我用武的了。父皇偏心，朝臣欺我等不了了，传我命令，3日之后发动宫变，我要提前登基。这种加密方式结合了凯撒密码的位移和中国古代的纵横图，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密钥。有头绪了吗？快了，密钥一定是一个对他有特殊意义的数字或文字。太子生母早逝，忌日是3月初9，3和9。好一个引蛇出洞！立刻去通知陆秉直和皇上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在玄武门和东华门布下天罗地网。陈大人，不好了，皇上他突然中风，昏迷不醒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道皇上中风也是计划的一部分？大人，太子他提前动手了，京畿卫和羽林军已经入城，正向皇宫包围而来。我们手上只有守卫皇宫的800禁军，太子的大军足有8000，10倍之差，这仗没法打。那个人就是影子将军吧？800对8000，不是我一人对8000。父皇病重，奸臣陈渊祸乱朝纲，我乃大前储君，今日清君侧，靖国难，尔等速速开门投降，可免一死。太子殿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只是偶感风寒，你却敢率兵围城，是何居心？少废话！陈渊，你死到临头了，给我放箭！点火，扔！古代版的燃烧瓶对付密集阵型效果拔群，但这只能拖延时间。果然是个将才，可惜跟错了主子。东方朔，你竟然也反了！陈少卿，哦不，现在该叫丞相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你乃当世奇才，何必为了一个昏聩的老皇帝陪葬？打开城门，归顺太子，新朝的宰相之位，虚位以待。哈哈！住口！无耻老贼，好手匹夫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世受皇恩，身为宰辅，不思报国，反诛逆贼，你有何面目见天下苍生？老匹夫，可敢上前来与我一辩？我今天要让你死在此地！庶子狂言，老夫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道理。东方老贼，你身为3朝元老，识大前俸禄，却勾结叛党，意图谋逆，其罪一也。你名为寒门领袖，实则窃取寒门之名，行结党营私之实，欺上瞒下，玩弄权术，其罪二也。你纵容太子败坏朝纲，致使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其罪3也。想你当年也曾是激扬文字，指点江山的少年郎，如今却变成一个利欲熏心、毫无廉耻的国贼。你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？我料你必有此言。无耻老贼，你枉为宰相，只知摇唇鼓舌，助纣为虐。你死之后，有何面目去见24代先帝？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给我上，给我攻城！我要把陈渊碎尸万段！怎么回事？城里怎么没人了？这是空城计，有埋伏，一定有埋伏。殿下，事有蹊跷，陈渊诡计多端，我怕其中有诈。他那800禁军呢？都藏起来了。难道父皇早就醒了，在寝宫里布下了天罗地网？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！上当了，我们上当了！他在虚张声势，里面根本没人。哈哈哈！陈渊，你计穷了，给我杀！逆子，你要杀谁啊？父皇，您不是……
朕不是应该中风躺在床上任你宰割是吗？好一出空城计，陈爱卿，你没有让朕失望。都是陛下运筹帷幄，原来皇帝根本没病，他也是在演戏。君臣之间果然都是影帝。朕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陛下，请三思。他要杀你，还要弑父篡位，你还为他求情？陛下，就这么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。废其爵位，贬为庶人，让他亲眼看着他所维护的旧制度是如何被新法一点点摧毁，让他活着看着我们走向一个他最不愿看到的盛世，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从死囚到丞相这条路我走了不到1年，但这还不是终点。陈渊，你现在位极人臣，但树大招风，那些世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必须比他们更快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争，一场不流血但更残酷的战争。这就是掌控人心的代价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张家100年基业传到我这一代就要4分5裂了。陈渊小儿歹毒至此，他这是要掘我们所有世家的祖坟啊！血衣楼楼主号称剑魔，武功深不可测，这一次不能让你冒险。你去哪？我去杀了他。大理寺第一捕头沈清秋，你不该来。我的目标是陈渊。想杀他，先过我这关。值得吗？为了一个男人赔上自己的性命。他不是一个男人，他是我的命。好刀法，可惜你还是要死。放箭！陈渊，我好像要死了。不，我不准你死！传我命令，召集全天下所有名医入京，谁能救活他，赏黄金10000两，封万户侯；救不活，全部陪葬。青秋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那个死囚陈渊吗？青秋，别怕，你受伤了，我在照顾你。我不需要你的照顾，放我走。没关系，青秋，忘了也好，忘了那些血腥和杀戮，忘了我这个满手鲜血的人，我可以重新让你认识我。相爷，不好了！北燕国使团入京，名为曹公，实则挑衅。他们在朝堂之上点名要与您文斗武斗，还说大前无人。相爷，不好了！北燕国使团入京，名为曹公，实则挑衅。他们在朝堂之上点名要与您文斗武斗，还说大前无人。新法刚推行，国内不稳，他们是想趁机试探大前的虚实。听闻大前新任丞相陈渊文采风流，智计无双，不知可敢与我北燕第一才子比试一番？文人墨客不过是口舌之力，我北燕更重武功。我身边这位是我北燕第一勇士，不知大前可有勇士敢与他一战？我来。陛下，我北燕虽败，但敬佩强者的风度。我对陈丞相一见倾心，愿与大前联姻，嫁与陈丞相，以结两国永世之好。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。你的？一个连自己是谁都忘了的女人，凭什么说她是你的？陈丞相，只要你娶我，我北燕愿退兵100里，献上牛羊万头，江山与美人，孰轻孰重，相爷不会分不清吧？多谢公主厚爱，但陈某已有家室，此生唯此一人，绝无可能再娶。陈丞相，你这是要为了一介女子置两国邦交于不顾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告诉公主，也告诉天下人，我大前自今日起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好，这才是我大前的风骨。传朕旨意，退回北燕所有贡品，送客。陈渊，你会后悔的。陈爱卿，
此事因你而起，你认为该当如何？战！好，朕命你为监军，总领3军，即刻奔赴雁门关。你若胜，朕为你加官进爵；你若败，丞相大人，北燕军有20万，我雁门关守军不足5万，且多为新兵，这一仗怕是……张将军，兵不在多，在精；将不在勇，在谋。士气为何如此低落？唉，丞相有所不知，前几日一战，我军大败。北燕军中有一种尸兵，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，状若疯魔。我军将士见了，无不闻风丧胆。尸兵听起来像是某种药物控制。陈丞相，别打了，打不过的，投降吧。叛徒，临阵脱逃，动摇军心，按我大前军法当斩。但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拿起你们的刀冲出去，杀了10个北燕兵，你们的罪我就既往不咎。丞相饶命啊！军法如山，既然你们不敢杀敌，那就只能杀你们了。行刑！我知道你们怕那些刀枪不入的尸兵，但你们身后是你们的父母妻儿，是千千万万的大前百姓，我们退无可退。大前的将士们，拿起你们的武器，随我死战！原来如此，是用了高剂量的某种生物碱毒素刺激神经中枢。生化武器，在我面前玩这个，他们是祖宗，我就是祖师爷。相爷，士兵已经爬上来了，兄弟们顶不住了。慌什么？传我命令，把军中所有的烈酒，还有修建工事用的石灰，全部搬上城头。烈酒、石灰，相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要这些东西何用？那可是刀枪不入的怪物。刀枪不入，在我看来，不过是一群被药物操控的可怜虫罢了。你找到他们的弱点了？当然，你看他们皮肤青紫，肌肉痉挛，这是典型的生物碱毒素过量反应。这种毒素最怕2样东西。是什么？一是高浓度的酒精可以破坏其毒素结构，二是强碱可以中和其酸性毒性。烈酒就是酒精，石灰遇水就是强碱。原来如此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想让你的兵都死光吗？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兄弟们，都听相爷的，把酒坛子往下砸，把石灰粉往下撒。将军，这能行吗？那可是怪物啊！执行命令，相爷说行就行。哈哈哈，大前人是吓傻了吗？拿酒来砸我们，是想请我们喝酒吗？别大意，那陈渊诡计多端。怎么回事？士兵失效了？不可能，这可是国师花了10年才练成的无敌死士，怎么会被一些酒和石头粉破解了？北燕的蛮夷们，听着，你们引以为傲的妖术，在我大前的煌煌天威面前，不过是土鸡瓦狗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，相爷神威！你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最大的依仗没了。没了？谁说没了？传我将令，把那个大家伙给我推上来！我今天要让陈渊和雁门关一起变成粉末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天哪，这么大的工程车，我们的箭射不穿，石头砸不坏啊！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，城门要被撞开了。陈渊，这是北燕最精锐的工程器械——吞龙车，它前面装有巨大的撞角，城墙都能撞塌。吞龙车，名字倒挺霸气，可惜在我眼里，它就是个铁皮棺材。相爷，快想想办法啊！再让他靠近，我们就都得死。将军，城中还有多少头牛？牛大概还有几百头，都是军中用来拉粮草的。相爷问这个做什么？很好，再去把我们上次用剩的猛火油全部找出来，越多越好。相爷，您这是要……别问，按我说的做。另外，再准备数百块红布。牛、红布、猛火油，你是想用火牛阵？还不算太笨。火牛阵，相爷，这可是兵行险招，万一牛群受惊乱跑，冲乱了我军阵脚，那……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现在我就是帅，我的命令你只需要执行。还是说你想看着那座铁棺材把我们所有人碾碎？末将遵命。哈哈，看到没有，大前人已经吓得不敢放箭了。给我加把劲，一鼓作气，撞开城门。将军，你看雁门关的城门开了。开了，他们想投降。放！火牛，快拦住他们，放箭！张将军，
末将在。擂鼓开城，全军出击！擂鼓开城门，兄弟们随我杀！杀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！冲！把这些北燕杂碎赶出去！着火了，吞龙车着火了，快救火！没用了，全完了。哈哈哈哈！痛快，痛快！传令左翼向前穿插，切断他们的后路。传令右翼弓箭手集中射击敌军指挥旗。你似乎天生就该在战场上。我只是不喜欢输。败了，20万大军竟然就这么败了。独眼龙下马投降。我纵横沙场30年，没想到会败给你一个瘸腿书生，我不服。相爷说了，要活的。相爷，幸不辱命，敌将首领已经活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要杀就杀，废话少说。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哼，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。但你别得意，我们败了，不代表北燕败了。哦，听你的意思，你们还有后手？当然。陈渊，你以为你守住了雁门关就赢了吗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雁门关里的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你什么意思？哈哈哈！就在你们出城作战的时候，我们尊贵的北燕公主已经率领一支精锐，绕过山道，去了你们雁门关水源的上游。现在那条河里应该已经充满了我们国师特制的3日诀，无色无味，3天之内神仙难救。哈哈哈哈哈！什么？水源投毒？这群卑鄙的北燕蛮子！相爷，不好了！刚刚伙房来报，有几个负责取水的士兵已经开始上吐下泻，浑身无力了。有救吗？能解毒吗？3日诀之名，老夫也曾听闻，乃是奇毒，根本无药可解啊！完了，我们都喝了那水，我们都要死了！我不想死啊！都给我闭嘴！还没死呢，就哭丧，看看你们的样子，还像个军人吗？相爷，可这是死局啊！全城5万将士，还有数万百姓。死局，只要人还没死，就不是局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们现在连敌人在哪都不知道。不，我知道，要绕过雁门关去往上游，应酬剑是必经之路，也是最适合投毒的地方。北燕公主一定在那里。我马上带兵去应酬剑，就算把河水挖干，也要把它找出来。来不及了，毒已下，你现在去，只能找到一个空瓶子。那就真的没救了吗？谁说没救了？他们会投毒，难道我们就不会？什么意思？青丘，你的伤还能动武吗？杀人没问题。好，我需要你立刻去应酬剑。相爷，不是说来不及了吗？找到北燕公主，但不要杀她。不杀她，那我去干什么？你不但不能杀她，还要帮她。帮她？对，帮她再投一次毒。相爷，您疯了，我们自己给自己投毒。有时候要想骗过敌人，就得先骗过自己人。记住，见到他之后，你要告诉他。告诉他什么？你要我这么说，这太冒险了。你们都给我仔细点，国师说了，这3日诀见水即溶，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是，公主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什么人？站住！您是北燕人，是又如何？求公主为我做主啊！我本是大前守军张猛将军帐下的一名亲兵，只因不愿为那奸相陈渊卖命，就被他诬陷为叛徒，还要杀我灭口。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。哦，陈渊的兵，我凭什么信你？这是我从陈渊营帐中偷出的雁门关布防图，我愿献给公主作为投名状，只求公主能收留我，给我一条活路。一份布防图说明不了什么。公主，我知道你们在上游投了毒，但陈渊那贼子诡计多端，他已经下令全军改饮井水，你们的毒怕是作用不大了。什么？改饮井水？公主若不信，我这里还有一瓶从陈渊那里偷来的剧毒，名为七步倒，见血封喉，我们可以把它投到井里，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这女人说的有几分道理，陈渊确实狡猾，但他会不会是诈我？公主若是不敢，那便算了，就当我没来过，大不了我回去跟陈渊同归于尽。慢着，你说你是张猛的亲兵，那我问你，张猛的右臂上有一道怎样的伤疤？糟了，陈渊没告诉我这个。回公主，张将军右臂上没有伤疤，
但他的右肩胛骨处有一道3寸长的旧剑伤，每到阴雨天就会疼痛难忍。好，我暂且信你，但这瓶毒……公主请看。你做什么？我以我命证我清白。住手！公主还是不信我。你的命不值钱，不过你的忠心，本宫收下了。去找个活物来试试。公主，这兔子沾了粉末，走了不到7步就倒地毙命了。很好，看来你没有说谎。陈渊给的果然是真毒药，只是他提前给了我解药，多谢公主信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阿青。很好，阿青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带我们去雁门关的井水所在地。相爷，这都1天了，沈姑娘还没消息，不会出事了吧？放心，她比你聪明。可是我们城里的士兵已经有上百人出现了中毒迹象，上吐下泻，浑身乏力，军心不稳啊！就是要让他们中毒，戏得演全套。传令下去，就说我遍寻古方也束手无策，全城将士命不久矣。啊，相爷，这不是自乱阵脚吗？不，这是在请君入瓮。报，公主大捷，雁门关内已经爆发大规模瘟疫，到处都是垂死的士兵。陈渊也病倒了，据说他已经下令3日后开城投降。好，太好了，陈渊，你终究还是败在了本宫手上。公主，陈渊此人最是狡诈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小心？他现在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走，阿青，随我进城，本宫要亲眼看着他死，我要亲手割下他的头颅。陈渊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也有今天。去死吧！公主殿下，等候多时了。你没中毒？托你的福，还死不了。北燕的公主，欢迎来到雁门关。阿青，你竟敢背叛我！抱歉，我从始至终都只是他的人。骗局，全都是骗局！我的大军呢？你的主将现在正在我军大牢里啃窝头，你的20万大军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逃的逃，已经做鸟兽散了。不可能！自己看。陈渊，你赢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你？不，你还有用。这是我大前与北燕的和平盟约，签了它。什么？割让3座城池，赔款1000万，100年内不得入关？你这是勒索，我绝不签。你可以不签，那我只好把你扒光了，吊在雁门关的城楼上，让你父皇派大军来赎。不知道在你父皇眼里，你的身子值不值得3座城池？你无耻！兵不厌诈，公主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签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现在还有资格谈条件？哼，有。说来听听。我的条件是你……什么？我要你休了你身边这个女人，娶我为妻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不仅签了这份盟约，还能说服我父皇再多给你1座城。丞相大人威武，大前威武！听说丞相大人不仅打退了北燕，还活捉了他们的公主，逼他们签了100年合约，真是神人啊！你不高兴？一场小胜而已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北燕的根基未动，这100年合约不过是一张废纸。那北燕公主，你真打算把她带回府里？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罢了。丞相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陆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皇上他快不行了。什么？我走之前，陛下龙体还算康健。上次宫变，陛下虽然看着无碍，实则动了根本。你走之后，他强撑着处理了几天政务，就一病不起了。太医说，就是这几天的事了。陈爱卿，你回来了。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降罪。不怪你。朕知道朕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们都退下，朕有话要单独和丞相说。陈渊，臣在。朕的儿子们一个都靠不住，大前的江山朕不放心。朕要你答应朕最后一件事。陛下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朕要你继承大统，做大前的新皇帝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臣乃外姓，怎敢觊觎大宝？此乃乱臣贼子之举。什么外姓？朕信的只有你那帮逆子。
只会把朕辛苦打下的江山败个精光。陛下三思，储君乃国之根本，废长立幼已是大计。若传位于外姓，天下必将大乱。乱？现在不乱了。世家未除，外敌环伺，只有你的铁血手腕，才能推行新法，镇压一切。朕是在救这个国家。臣可以辅佐新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新君谁？懦弱的老三，还是残暴的老五？他们只会成为世家新的傀儡。朕已经写好了传位诏书。陛下，就在那里。朕以大前天子之名，命你接旨。做皇帝，我从未想过，但这或许是彻底实现我抱负的唯一机会。不，我不能。陛下，请恕臣抗旨。你糊涂啊！你以为你不做，他们就会放过你吗？你功高震主，新皇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杀你。臣生死无惧。罢了，你不愿，朕不逼你，但你听着，那个暗格里除了诏书，还有一样东西。是什么？是你父亲陈正当年留下的你那份策论的后半篇，那上面写着寒门会的真正秘密。我父亲，陛下。老东西终于死了。陈渊，你没想到吧？我出来了。传位诏书呢？交出来。这个皇位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你居然还没死？你都没死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我忍辱负重，就是为了今天。父皇偏心，天下人负我。今日我就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就凭你身后这几个东瀛浪人？哈哈哈！陈桑，久闻大名，我们只是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交出诏书，我们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想动他，先问我手里的刀。哟，美人也在，正好。等我登基，你就做我的皇后吧。哈哈哈！找死！诏书一定是藏在这里。你的对手是我？一个瘸子也敢拦我？给我滚开！你竟然会武功？读的书多了，总会学到些防身的技巧。废物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！先杀了他！小心！就是现在！不！给我，都是我的！渊儿，速逃！寒门会非救世之组织，乃前朝余孽复国之利刃，其主上并非宰相东方朔，而是……给我！诏书是我的，皇位是我的。你的？我父亲的遗书，你也想要吗？我管你父亲是谁，把那份黄色的给我。陈桑，不要逼我们动手。怎么会是他？怎么可能是他？陈渊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寒门会之主，前朝余孽，原来是你，陆秉直。陆秉直，那个老顽固。哈哈哈！陈渊，你疯了吧？死到临头，开始胡言乱语。呵呵呵，我疯了？不是你们都得陪我一起疯。你笑什么？给我！你想要？好啊。不，诏书上写的是传位于你，现在没了。你敢伤了我的诏书，我要你的命！八嘎，我们的任务是诏书，你竟敢毁了它，杀了他！你们的任务是诏书，可他答应你们的荣华富贵，现在也跟着这把火烧没了，你们还要为他卖命吗？别听他的，他骗你们的，只要我登基，我给你们双倍。这上面记载着一个能颠覆大钱的秘密组织，它的价值比一个空头皇位大得多，你们的将军会感兴趣的。护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来人，将宫内所有叛党格杀勿论！逆贼竟敢弑君犯上，拿下！是他烧了传位给我的诏书，陆大人，他是乱臣贼子，快杀了他！丞相，太子所言可是真的？你怎能毁掉先帝遗诏？陆大人来的真是时候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在诏书烧完之后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夫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，你竟敢怀疑我？不敢，只是觉得巧合。别废话了，陆大人，快杀了他，他是罪魁祸首。陈渊毁诏，形同谋逆，与叛党同罪，给我！谁说诏书毁了？先帝深知太子无德，早已密立遗诏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用了2份，一份为耳，一份为真。什么？这才是真正的传位诏书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仁德，性情敦厚，可堪大任，着即日继承大统。令朕公特命，封陈渊为摄政王，总领朝政，辅佐新君。钦此。不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摄政王，好一个摄政王！陆大人，现在谁是叛党，谁是忠臣？老臣参见摄政王。陆大人，这出戏演得累吗？王爷说笑了，老臣听不懂。听不懂没关系，这上面写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关于一个姓陆的前朝皇族如何一步步成为大前的忠臣。改日你我君臣再好好聊聊，把这些东瀛浪人还有这位前太子全部打入天牢。记住，我要活的，我还有很多问题要亲自问他们。陈渊，你这个魔鬼，有本事你杀了我！杀了你？不，我改主意了，我觉得让你活着更有趣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那些东瀛朋友已经全招了，他们说联系他们的人不是你，而是一个自称寒门会使者的人。胡说，就是我派人去的。不，你只是个被推到台前的棋子，你以为你利用了他们，其实是他们利用了你这颗急于求成的蠢蛋。你告诉我那个使者长什么样，他给了你什么信物，说了我就让你死得痛快点。看来你还是喜欢泡在水里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对了，这水里我让毒医加了点料，不会致命，但会让你的皮肤一寸寸的溃烂。我说，那个使者蒙着脸，但他给了我一块令牌，上面刻着一朵梅花。梅花印，果然是他们。陈渊，你现在是摄政王了，还把我关在这里做什么？不怕我父皇挥师南下吗？怕，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公主殿下做一笔更大的交易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想借公主的兵替我杀一个人。借我的兵？陈渊，你脑子没坏吧？我是你的阶下囚。不，你很快就不是了。我可以放你回国，甚至撕毁那份不平等条约。你要杀谁？御史大夫陆秉直。什么？你要杀你自己的朝廷重臣？他是你的盟友？曾经是，现在他是我的敌人，也是你们北燕乃至整个天下的敌人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这是我父亲的遗书，上面记载了寒门会的真相。前朝余孽，复国，这怎么可能？陆秉直他想让天下大乱，然后浑水摸鱼，恢复前朝。到时候你们北燕就是他第一个要灭的对象。帮我就是帮你，你回国后可以说服你父皇，与我大前组成联军，我们一起剿灭这个毒瘤。事成之后，我大前愿与你北燕共享天下。共享天下？陈渊，你的野心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彼此，公主殿下意下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说。联军可以，但统帅必须是你。王兄，都听你的。陛下，臣启奏，北燕狼子野心，虽签合约，但亡我之心不死。臣以为当主动出击，与北燕公主联手，清剿其国内主战派，以绝后患。什么？与北燕联手？摄政王，万万不可！此乃与虎谋皮。是啊，王爷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摄政王，你疯了！先帝尸骨未寒，你竟要引异族入境，你这是要把我大前的江山拱手让人？陆大人此言差矣，攘外必先安内。据臣所查，我朝堂之内潜藏着一股前朝余孽势力，意图颠覆社稷。此势力不除，我大前永无宁日。一派胡言！摄政王，你莫不是为了独揽大权，开始罗织罪名，排除异己了？是不是罗织罪名，陆大人心里最清楚。你老臣为国一生，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，你竟敢如此污蔑！忠心，好一个忠心！陆大人，你可认得此物？不认得，一块不知从何而来的令牌，说明不了什么。哈哈哈哈，不认得没关系，那就让他来告诉你，这令牌是从谁的府上搜出来的。王爷，且慢。沈大人有何指教？王爷，仅凭一个降将和一块令牌，就想给朝廷一品大员定罪，未免太过儿戏。哦，那以沈大人之见呢？陆大人乃国之栋梁，劳苦功高，王爷如此行事，恐寒了天下臣子之心。臣附议陆大人。
王爷北上之意，臣反对。臣附议，臣等附议。好啊，好一个寒门会！原来你们早就把手伸到我身边了。陈渊，该喝药了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。青丘，你父亲今天在朝上反对我。我听说了，爹他也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他怕你太过激进。是吗？那你呢？你也觉得我错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现在做的事很危险，所有人都说你是权臣，是奸相。那你信他们还是信我？我该信谁？我的脑子很乱，一边是爹，他说你野心勃勃，不可信任；一边是这里，他告诉我你不坏。青丘，别碰我！陈渊，你告诉我，先帝真的是病死的吗？我爹说是你下的毒。你爹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还说陆秉直大人才是真正的忠臣，你为了铲除异己才诬陷他。他说寒门会根本就是你捏造出来的。他让你来杀我，对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做什么？你爹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奸臣，我就是想篡位。你现在就可以替天行道。你别逼我。动手啊！你不是一直都觉得我是个危险的死囚吗？你不是一直都想抓我归案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杀了我，你就能找回你的正义了。青丘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痛，好多画面，我想不起来。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，好好睡一觉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陈渊，别走，我怕。好，我不走，我在这里陪你。青丘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利用你的痛苦来完成我的布局。计划可以开始了。王爷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太危险了，您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当诱饵啊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陆秉直和沈括这帮人以为能策反青丘来杀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机会。王爷，老朽已经按您的吩咐配制出了一种假死药，服下后脉搏心跳全无，与死人无异，但12个时辰内必须服用解药，否则就真的死了。足够了，你现在立刻去散播消息，就说沈青丘刺杀我不成，反被我重伤，而我也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。王爷，记住，要把场面做足，我要整个京城都知道我死了，我要看看我死之后有多少牛鬼蛇神会自己跳出来。王爷他轰了，昨夜被沈捕头刺杀，伤重不治，轰了。嘿嘿，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亦不可一日无相。陈渊虽死，但其党羽尚在。臣恳请陛下下旨，彻查陈渊同党，肃清朝野。报，800里加急军报，北燕撕毁合约，50万大军已破雁门关，兵锋直指京城。什么？北燕大军破关了？陆大人，雁门关守将张猛将军战死，北燕铁骑势如破竹，最多10日便可兵临城下，请陛下早做决断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众爱卿，快想办法啊！陛下莫慌，北燕此来不过是为求财，我等可派遣使臣携金银珠宝前去议和，只要满足他们的胃口，便可退兵。沈大人所言极是，如今摄政王心丧，我大前不宜再战。对，议和，必须议和。哼，议和，一群软骨头。北燕蛮夷，畏威而不怀德，今日割一城，明日便要一国，唯有血战到底，方能保我大前江山。陆大人，你这是要陷陛下于险地？我军主力皆在南疆，京城守备空虚，如何能战？战与不战，非你我能定。先帝在时曾秘密训练一支10万人的新军，藏于京郊西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此军虎狼之师，足以对抗北燕。10万新军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这支军队只听从先帝与老臣的调遣。陛下，请下旨，让老臣统领西山大营，出城迎敌。老臣必将北燕蛮夷斩尽杀绝。好，一切都一如爱卿所言。陈渊一死，这天下终究还是我陆家的。待我击退北燕，手握兵权，废黜这个小皇帝，便可黄袍加身。陈渊啊陈渊，你千算万算，
可算到自己会有今天。青丘，你做得很好，老夫没有看错你。如今国贼已除，你便是大钱的功臣。我真的杀了他吗？没错，你杀了一个企图篡位的奸臣，你是英雄。这是老夫为你准备的庆功酒，喝了它，忘掉一切不愉快。喝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不想喝。放肆！老夫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你今天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陆秉直，我的灵堂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没死，这不可能！让你失望了。来人护驾，陈渊没死，他是装的，装神弄鬼。就算你没死又如何？现在整个京城的兵权都在我手上，你插翅难飞。今天我就让你假死变成真死。青丘，现在你看清楚了吗？谁是忠，谁是奸？既然你不肯听话，那就一起去死吧！哈哈哈哈！陈渊，你完了！我的男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伤的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自然是我们的摄政王请我来看一出好戏。你竟敢勾结外敌！彼此，比起你这个妄图颠覆江山的前朝余孽，我这最多算是联合友军清理门户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我西山大营的10万大军片刻即至，到时候你们都要死。他们来不了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把京城兵权拱手让给你？这位是西山大营的副统领吧？他已经招了。你所谓的10万大军不过是个空壳子，真正能战的不足3万，而且他们效忠的不是你，而是先帝留下的虎符。现在虎符在我手上，你猜他们会听谁的？不可能！虎符明明……你那一半是假的。为什么？我筹谋了30年，为什么会败给你一个黄口小儿？因为你的眼里只有权力和仇恨，而我的眼里是天下。陆秉直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！青丘，不应该叫你姬青丘，前朝的公主殿下。你说什么？那块凤纹玉佩是我们姬氏皇族的信物，我找了你20年，没想到你就在我身边。陈渊，他是我们复国的最后希望，让你的北燕人退兵，否则我杀了他。你敢？放了他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用整个天下换他。哈哈哈哈！陈渊，你疯了，用天下换一个女人。我没疯，放了他，我助你复国。这大钱的江山，我亲手捧到你面前。陈渊，不要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为了他，连我们之间的约定都不要了。我的话只说一遍。你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你先让他们放下武器。都把弓放下。陈渊，你最好别耍花样。我陈渊一言九鼎，就是现在。你骗我！兵不厌诈，你教我的。我的天下只有你。游戏结束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南疆30万蛮族大军在神秘人的带领下反了。他们已经连下18城，兵锋直至京城，而他们的帅旗上绣着一个字。什么字？臣。带兵的将领有什么特征？回王爷，那人身材魁梧，脸上有一道从眉心到嘴角的刀疤，是一柄开山巨斧。陈图是我父亲当年的义子，我的义兄，他不是在3年前就战死了吗？哈哈哈哈！陈渊，你没想到吧？陈图根本没死，他恨你入骨。当年你父亲为了保你，牺牲了他全家，他这次回来就是找你复仇的。父亲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？陈渊，现在怎么办？南疆蛮族加上一个对你恨之入骨的猛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管他是谁，敢犯我大钱就得死。传我命令，命西山大营即刻开拔，北上驰援雁门关，务必将趁乱入境的北燕残部彻底清除。蠢货，你把京城最后的兵力都调走了，你是想让陈图直接踏平京城吗？命大理寺封锁全城，彻查寒门会所有余党，由沈括沈大人全权负责。什么？让我爹查？陈渊你……这是命令。那你呢？你做什么？京城怎么办？我自然是去见我那位好义兄。京城不需要守，一座空城送给他又何妨？我要的是他的命。你疯了？你要一个人去面对30万大军？谁说我是一个人？
你什么意思？陆大人，你的寒门会遍布天下，在南疆应该也有不少人吧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借你的人头一用，去给我那位义兄送一份大礼。将军，那人好像是陈渊，他居然还敢来送死！他还拖着一个东西。义兄，多年未见，小弟备了份薄礼，不成敬意。你杀了他？寒门会首领前朝余孽陆秉直意图谋反，已被我就地正法。义兄，你被他骗了。骗我？哈哈哈哈！陈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就是要复辟前朝，我就是要颠覆你们陈家誓死效忠的大钱。原来他都知道，他不是被利用，他是主动合作。你父亲当年是怎么对我的？为了保你这个废物，他让我全家去送死，这个仇我记了15年。当年的事另有隐情。住口！今天你自投罗网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来人，给我放箭，把他射成刺猬。义兄，你真的觉得这30万大军都是听你号令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块饕餮令你可认得？魏家的兵符怎么会在你手上？魏城就不听令，你们当年被奸人所害，流放南疆，如今奸臣已除，我奉先帝遗命，特来赦免尔等之罪。只要尔等放下武器，既往不咎，还可重返故里，官复原职。不许动！谁敢动摇军心，杀无赦！那这个呢？先帝的龙袍在此，尔等是要继续跟着叛臣作乱，还是要跪迎圣物，弃暗从明？吾等参见圣物，愿听摄政王号令。不可能！义兄，现在我们兵力相当了。陈渊，你卑鄙！兵不厌诈，义兄，你我各领20万大军，就在这平原之上，真刀真枪的战上一场。你若赢了，这天下归你；我若赢了，你若赢了，我的人头任你取走。好，就依你。将军，陈渊虽然夺了10万人，但他是个瘸子，一个书生，哪里懂得打仗？我们直接全军冲锋，必能将他碾碎。不，你不懂他，这个人是我见过最可怕的怪物。传令下去，前军便贺义，后军便于林，2翼骑兵游走，不得主动出击。王爷，这是何种阵法？末将闻所未闻，而且如此布阵，中军薄弱，若是敌军猛攻，我们……执行命令。王爷，中军快被冲散了，请王爷速退。慌什么？再等300息，就是现在！传令，2翼骑兵合围，于林转长蛇，缠住敌军尾部，贺义变风使，从中路给我反插回去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可能在瞬息之间完成如此复杂的变阵？这是兵仙之能。将军，我们被包围了，败了，我们败了。义兄，你输了。输？我还没输。陈渊，你敢不敢与我阵前单挑？王爷，不可！您千金之躯，怎能与一介武夫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真的敢来？有何不敢？你我之间今天必须有一个了断。请。你的功夫，这不是陈家的拳法。父亲教你的是战场搏杀之术，而他教我的是杀人之术。不可能，我苦练15年，怎么会输给你这个书生？你输了。杀了我。在杀你之前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：15年前，父亲究竟对我隐瞒了什么？我陈家为何会被灭门？想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我死也不会告诉你。是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妹妹陈灵儿，她也没死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但知道她没死，我还知道她现在就在京城，就在沈括府上。你敢动她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告诉我当年的真相，否则我不敢保证会对她做出什么事来。好，我都说。说，当年你父亲并非只是一个普通的臣子，他是先帝安插在寒门会里的一枚钉子。什么？父亲是卧底？没错，他加入寒门会就是为了查清前朝余孽的底细，而我则是他发展的下线。我们父子都是双面间谍。那灭门之祸，是因为你那篇惊世骇俗的策论，你的才华引起了寒门会真正主上陆秉直的注意，也引起了他的警惕，所以他开始怀疑父亲的身份。对，为了自保，也为了保护你这个他最看重的儿子，父亲只能选择牺牲我们。
他伪造了我们全家叛逃的假象，引陆秉直上钩，用我们一家的死来换取陆秉直对他的绝对信任。所以魏家屠我满门，其实只是一个幌子，真正动手的是陆秉直和寒门会。是，魏家只是被推到台前的刽子手，而我则带着幸存的族人和父亲留下的另一半兵符，假死遁入南疆，等待时机。那你妹妹灵儿当时被寄养在沈家，父亲出事后，沈括为了保护她，也为了留一个对付寒门会的后手，便谎称她是自己的女儿，取名沈清秋。他让她从小习武，进入大理寺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她能查明真相。清秋是灵儿，是我的义妹。现在你都知道了，陈渊，你父亲一生都在下一盘大棋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动手吧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我也可以下去见父亲了。不，你不能死。什么？义兄，父亲的棋局还没下完，现在轮到我们兄弟二人来收官了。陈渊已死，陆秉直也完了，现在该我们了。大人英明，只要我们拿到那份真正的诏书。呵呵，诏书？我不需要诏书。这才是天下正统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摄政王殿下班师回朝了。什么？陈渊没死？哼，慌什么？陈渊活着回来又如何？陆秉直一除，现在寒门会上下都听我号令，他孤身一人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大人说的是，他现在回来正好是自投罗网。传令下去，让潜伏在京中各处的人手准备动手。今晚我就要让这位摄政王再死一次。是。岳父大人终于要忍不住了吗？元帝让我带兵直接踏平沈府。不，杀了他太便宜了，我要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尝到最绝望的滋味。你想怎么做？今晚是小皇帝的庆功宴，沈括一定会借此机会动手。那我们就在宴会上布下天罗地网。不，我们不但不布网，还要把所有守卫都撤了。什么？这不等于是把脖子伸给人家砍吗？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宴会上我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要等。王爷，恭喜您平定南疆，凯旋归来，老臣敬您一杯。多谢岳父大人。喝吧，喝了这杯毒酒，你就是神仙也难救。演，继续演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后手。等一下，青秋，你来做什么？陈渊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青秋，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世了，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我就是陈灵儿，你这个骗子！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青秋，灵儿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们都在骗我，我爹骗我，你也骗我。青秋，别胡闹，快跟爹回去。你不是我爹，你是个骗了我20年的骗子。沈括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为了天下，为了恢复我姬氏王朝的荣光。你身为前朝公主，竟然认贼作父，还跟仇人之子卿卿我我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沈括，你错了，她不是你的妻子，她是我陈渊的女人。哈哈哈，好一个陈渊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。陈渊，你的人呢？你的军队呢？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是吗？你确定这里你说了算？北燕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我也是摄政王请来看戏的客人啊。好，陈渊，你真是好手段，竟然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了。彼此。但是你还是输了。你以为他真的只是个傀儡吗？皇兄，这出戏演得可真精彩啊！心率平稳，呼吸匀称，他不是害怕，他是在兴奋。不对，他的身体里竟然有2种截然不同的生理数据。你不是三皇子，你是谁？陈渊，你终于发现了。陛下他装神弄鬼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朕乃前朝末代皇帝姬玄。陛下，真的是您，老臣终于等到您了。很惊讶吗？当年国破之时，朕侥幸逃脱，却身受重伤，幸得国师以秘法将朕的一缕残魂寄生在了这个不成器的皇子身上。夺舍？不，更像是某种精神共生，难怪我的读心术会失效。这20年来，朕一直沉睡，直到你，陈渊，你的出现，
你那篇推恩令的策论唤醒了朕，朕发现你的计策比朕的国师高明100倍。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，从扳倒魏家到废黜太子，再到除掉陆秉直。没错，你就是朕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，你替朕扫清了所有障碍，现在刀也该入鞘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不然呢？你的义兄陈图被你困在南疆，你的岳父沈括是朕的人，你的女人是朕的皇妹，就连你最信任的北燕盟友公主殿下，你父皇的密信你应该收到了吧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朕告诉他，只要他杀了你，朕不仅将之前许诺的城池给他，还愿意将半壁江山与他北燕共治。你会这么选吗？对不起，陈渊，你说过兵不厌诈，比起你一个人，我更想要这半壁江山。陈渊，结束了。是吗？陛下，您是不是忘了问我那位义兄现在何处？陈图，他不是被你留在南疆了吗？远水解不了近渴。谁说他还在南疆？前朝的余孽，拿命来！不可能，你怎么会回来的这么快？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京城拱手让人？在你算计我的时候，我早就通过密道让义兄率领大军日夜兼程，潜伏在了京城之外。密道是先帝留下的那条？慌什么？他只有20万，我们加起来有30万，给我杀！陈渊，你又骗我！是你先选了背叛，姬玄，你我的恩怨今天该了结了。好，很好，朕也早就想亲手会会你这个当世奇才了，就让你见识一下国师传给我的真正的力量。陈渊，受死吧！这是什么怪物？陛下神威，天命所归。你们去对付其他人，他交给我。呵呵呵，没用的，陈渊，在我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的一切计谋都只是笑话。力量和防御都大幅提升，但速度并没有增加太多，而且他的呼吸变得非常粗重，心率极快。这种形态不可能持久，能量消耗巨大。懦夫，你只会跑吗？对付你这种头脑简单的野兽，跑就够了。时候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邪不胜正。哥，小心！哈哈哈哈！一起死吧！这是国师留下的天雷子，整个皇宫都会被夷为平地。